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我和老公从恋爱时开始就被迫过着 AA 制的生活，虽然我很不理解，但是在父母的劝说下，我还是同意了。从怀孕到生子，我深刻体会到了 AA 制给我带来的痛苦。而今年春节，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以牙还牙的机会。01，我叫周丽娜，今年35岁，跟陈志浩是在一次相亲中认识的。当初我也是被父母催婚催得实在没有办法，才勉强答应了父母去相亲。不过我的条件并不算好，长相不算出众，工作也平平无奇，父母也都是普通人，所以我的择偶要求并不高，有个稳定的工作，年龄和我差不多就可以。不过相亲哪有那么顺利的，一次次的相亲也让我见识到了很多奇葩的男人，有的有着迷之自信，有的观念特别传统，还有一个帅帅的男人。本来我对他印象挺好，结果竟然上来就问我能拿多少嫁妆，我都开始怀疑是不是我才是男的，而她是一个待嫁而孤的小姑娘。最后我感觉自己已经麻木了，碰到了觉得还可以的陈志浩，就和他在一起了。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觉得陈志浩这个人也还是不错的，人比较老实，对我也算上心。但是他也有一个让我不满意的地方，就是太会算计了，也就是爱斤斤计较，总是爱在一些琐碎的地方算计花销。甚至我发现他和我约会的时候，还会把每一笔花销都记下来，还会标注是谁买的单，然后每个月月底都会跟我对账，然后让我支付自己的那一笔花销。对于这种事，我非常不理解，有的时候也会跟自己的父母抱怨，说陈志浩一点都不爷们，但没想到父母却站在了陈志浩那边，说这样的男人才是真正适合过日子的。有一次我们逛街的时候，我感觉很渴，就在路边的贩卖机里买了一瓶矿泉水，结果陈志浩却跟我抱怨，说我多花了钱，前面就有一个超市，去哪里面买还能省最少1块钱。我当场无语了，把他扔在街上就回了家。我跟父母说想和他分手，父母却再次阻止了我。志浩那孩子虽然这次是有点过分，不过也说明他很会节省，不乱花钱。我看他对你也是真心的，你也年纪不小了，就别挑3拣4了，啥都好的男人哪能轮到你啊？父母的话虽然难听，但我也明白是为了我好，也就一直没有和陈志浩分手。02，我们的恋爱谈了1年多，在我的不断妥协下，结婚终于提上了日程。结婚之前，我还曾经幻想过，等到结婚以后，陈志浩会不会有所改变呢？毕竟恋爱的时候，我们不能算是真正的一家人，他和我算计的细一些，也有情可原。等到结婚了以后，我们就是要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夫妻了。陈志浩说不定就不会算得这么仔细了，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他竟然连结婚证的那几块钱工本费也要跟我。我当时放弃结婚的想法都有了，但是又想到父母那些不断开导我的话，最终还是忍了下来。可我没想到，这只是我们奇葩夫妻生活的一个开始。在结婚当天晚上，我坐在床上正期待着幸福的洞房花烛，可是陈志浩竟然夹着一个账本走了过来。娜娜，咱俩从今天开始就是夫妻了，你也知道我家的情况，亲戚往来花费也比较多，所以我不想占你的便宜，咱们以后的花销就 AA 制吧，各自赚的钱各自花，缺钱的时候咱俩再商量，你看可以吗？当时我听到他这个话的时候，还觉得很合理，因为我俩也都工作赚钱，日常的花销
也完全够用，所以虽然觉得有点不合常理，但最后也是点头同意了。从那天起，家里的煤气、水电、房贷、车贷都由我们各付一半，然后自己的衣服和日常用品就用自己的钱分开购买。时间长了，我也就适应了。我其实也是一个比较节省的人，这样每个月也能攒下一些钱。可是不久之后，我就怀孕了，而我的生活也从这个时候开始改变了。03，因为我孕期的时候反应特别大，直接影响到了我的工作状态。我本来还想着坚持到大月份再多请几天假，但是在公司领导找我谈了很久之后，我直接辞职回家养胎了。在家养胎的那段时间，我一边忍受着各种难受的孕期反应，一边还有操持家务、洗衣做饭。但是我的辛苦并没有得到陈志浩的同情，他甚至几次三番地跟我唠叨，现在家里就我一个人赚钱，我上了一天班就够累的了，你在家也没事，干点活有什么可抱怨的？我觉得自己是因为怀孕才不能上班的，而且在家也一直没闲着，所以孕期的花费应该由陈志浩承担。可是我却看到陈志浩又掏出了那个账本，开始记录我的每一笔花销，一边记一边还大言不惭地跟我解释，咱俩当初结婚的时候就说好的，自己的花销自己负责，我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这些钱我先给你垫上，等你上班赚钱了再还给我。从那时开始，我就后悔了，后悔自己怎么瞎了眼会选择这样一个男人，也后悔听了父母的劝告，结果弄到了这个地步。但后悔又有什么用呢？我肚子里还怀着我们的孩子，我又能怎么样呢？很快就到了预产期，可在我躺到了医院的病床上时，陈志浩还在想着到底要不要花几千块钱打无痛针。娜娜呀，这一针可就要好几千块呀，差不多是我一个月的工资了，咱们商量一下，你不打这个针行不行啊？你如果非打不可，我就得算是你的个人花销了。还没等我开口说什么，旁边床的妹妹就听不下去了，连无痛都不舍得给老婆打，你这个老公可真有意思，怕花钱娶什么媳妇生什么孩子。陈志浩顿时有点下不来台了，勉强开口解释着，你们不了解情况，我和我老婆一直是 AA 制，这钱就应该她自己来出。那个妹妹听了更气了，那你老婆生孩子忍受的痛苦，还有怀孕这10个月所有的不舒服，你也能替她承担一半吗？你可真有意思。04，见说不过对方，陈志浩也不再解释了，只是小声嘀咕着，不打无痛针还不能生孩子了咋的？没有无痛针的时候，不也都把孩子生出来了？我看向了来陪护的父母，我希望他们能帮我说句话，但是到了这个时候，我的父母竟然还是站在陈志浩的那边。女儿啊，我问大夫了，这一针真的要好几千呢。志浩挣钱也挺辛苦的，要不你先试试，实在不行，咱们再想办法。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帮着自己，我觉得此刻我的心都凉了。到了分娩的时候，我实在疼得受不了了，见陈志浩还没有拿钱的意思，只好喊来了闺蜜。闺蜜见到我痛苦的样子，心疼极了，立刻找到医生给我打了无痛针。而在我坐月子的时候，婆婆主动提出来伺候月子。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还非常感动，但是等婆婆来了之后，我才明白，陈志浩之所以这样算计，完全是由婆婆一手造成的。每天婆婆都会记一笔账，做了几顿饭，每顿饭多少钱，倒了几杯水，每杯水多少钱。当我跟下班回来的陈志浩抱怨时，他却理直气壮地替他妈说话，这很合理呀。
如果咱们雇月嫂的话，也是要一样花钱的。我妈可比月嫂便宜多了。再说了，我妈凭啥白白照顾你呀？这种理论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婆婆免费照顾儿媳坐月子，这不是更合理的事情吗？更可气的是，在我出了月子之后，婆婆的这种收费服务我都享受不到了。就因为我生的是个女儿，婆婆等我出了月子就匆匆忙忙地跑回老家了。而我的父母也因为是个外孙女，不愿意让我回娘家。我这才明白，为什么父母一直着急把我嫁出去。原来他们骨子里也是重男轻女呀！我怎么一直都没有发现？这样的生活我受够了。我决定做点什么，改变这样让我痛苦的生活。很快春节到了，而我期待的那个时机也终于到了。05每年春节，陈志浩的一大家子亲戚就汇聚到我们家来一起过年。今年来的人也不少，我仔细查了一下，算上婆婆，竟然有13口。看来今天是个大买卖呀！当婆婆满面春风地领着一大家子亲戚打算进门的时候，我突然关上了门，然后掏出了一张收款码贴在了门上。想进去的人每人每天200块，1.2米以下儿童半价，如有损坏物品需要照价赔偿。婆婆顿时生气了，用手指着我骂道：“周丽娜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可是我儿子家，你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弟妹，为什么我们进去还得花钱呢？”大姑姐在后面问道，其他人也随声附和着。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大过年的你干什么？这来的都是我家亲戚，你怎么能让他们花钱呢？赶紧给我让开！陈志浩说完，走过来，一把推开了我，想要打开房门。我看了他一眼，并没有上前阻挡，就那样静静地看着陈志浩拿出钥匙，打算开门。过了几秒，他转过头，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：“你把锁换了？”我从兜里掏出钥匙，冲着他晃了晃。这些人都是你家的亲戚，而买这房子的时候，我可是出了1半钱的。你们不交钱，谁也别想进去。咱俩是夫妻，他们是我的亲戚，自然也就是你的亲戚，哪有亲戚串门还收钱的道理？你还知道咱俩是夫妻呀？可是你和你妈之前又是怎么对我的？那样东西没跟我算得清清楚楚的，连倒杯水都给我记账。一边说着，我的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。陈志浩自知理亏，根本不敢看我的眼睛，直接抢过钥匙打开了门。那一大家子拎着行李跟着他进了门。婆婆的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了几句，我气得直接摔门而去。我可不想伺候这样一家人。06，但是我也不想回娘家。我还没有原谅父母之前对我的所作所为，于是我去闺蜜家找她聊了很久，跟她控诉着陈志浩一家子的所作所为。闺蜜一边安慰我，一边痛骂着他们。晚上我回了家，打开门，映入眼帘的就是满屋的狼藉，这画面简直惨不忍睹。就算来12个二哈，也不能把家拆成这样吧？见我回来，陈志浩立马冲了过来：“你跑哪去了？这么多人都等你做饭呢，孩子们都要饿坏了。”面对理直气壮的陈志浩，我平静地说：“你家里的亲戚，你倒是自己照顾啊！不想做饭就出去吃，跟我说什么？你要是想让我做饭，就让他们给我交钱。”听了我这么说，陈志浩顿时愣了一下，但他随后又说：“晚饭的事咱们一起研究。今天给孩子们发压岁钱，一共发了2000块，你转给我1000就行了。又不是我发的压岁钱，也不是我的亲戚，你跟我要得着吗？凭什么要我出1000？”我简直要被陈志浩气笑了。这个时候了，他还跟我算这么清楚。而这个时候，婆婆又来和稀泥，
亲兄弟还明算账呢，夫妻俩过日子也是一样，夜生活很正常啊。听话呀，娜娜，把钱转给志浩吧。听了婆婆的话，又看了在场众人的眼神，我对这一大家子的人彻底失望了。我的戏也不想再演下去了。陈志浩，我告诉你，我早就跟你过够了。从恋爱的时候跟我记账开始，到生孩子的时候不愿意掏钱给我打止痛针，再到今天这种情况，你真的是拿我当你的妻子吗？我平稳了一下情绪，继续说道：从生孩子住院的钱到手术的钱，你们一家人一分都没有出。要不是我有个好闺蜜，我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到生完孩子。所以这孩子跟你们一分钱关系也没有。我已经把孩子的户口办完了，随我姓。07听了我的话，陈志浩愣在了原地。婆婆开始耍起了无赖，孩子都是随父亲姓，他是我们陈家的娃，凭什么让他跟你姓？就凭孩子是我生的，凭这么长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在照顾他，凭你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和奶奶。陈志浩，我们明天民政局见。说完，我抱起已经开始哇哇大哭的女儿，走出了家门。我们的婚姻就因为 A 制而结束了。也许明白了我心中的坚决，陈志浩并没有和我过多算计。我们平静地在离婚协议上签下了各自的名字。也许这就是我们最后的一次 AA 了吧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